阻碍你走向伟大的，从来不是失败，而是那个让你感到无比舒服却又毫无希望的基本赢了。1868年的俾斯麦正坐在权力的火山口上，但他感到的不是烫，而是冷。此时的普鲁士刚刚打赢了奥地利，成了北德意志的带头大哥，大家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关税，做生意的老板们数钱数到手抽筋。南边的巴伐利亚等几个邦国一边赚着普鲁士的钱，一边却还要保持独立。这就好比一对同居了10年的情侣，日子过得挺顺，但你一谈结婚，对方就顾左右而言他，哎呀，现在不也挺好吗？何必拿张纸呢？这就是当时最大的系统 bug。经济的手段是有极限的，你能用钱买来朋友，买来市场，甚至买来笑脸，但你永远买不来以命相托的忠诚。俾斯麦看得很透，靠做生意建立起来的北德意志邦联，就像一个用胶水粘起来的瓷盘子，看着挺圆，一摔就碎。如果不打破这个凑合的局面，德意志永远只是地图上的一堆色块，而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必须要统一，一定要统一。但统一这种东西不是靠嘴说的，教科书会告诉你要感化他们，要讲道理，但现实政治告诉你别做梦了。人性有一个极其贱的规律，兄弟之间为了分家产可以打出脑浆子，但如果门口突然来了一只老虎，他们立马就会抱成一团。俾斯麦明白，要想让南德意志那几个傲娇的富家小姐心甘情愿地嫁给普鲁士这个糙汉子，光送花没用，得让他们感到怕。他需要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就是那个自以为是，同时也充满不安全感的邻居法国。真正的团结往往不源于内部的爱，而源于对外部的恨。俾斯麦决定，既然内部动力不足，那就引入外部压力。他要策划一场战争，不是为了抢地盘，而是为了把散装的德意志扔进火炉里，烧成一块铁。1870年，机会来了，俾斯麦设局让普鲁士亲王去继承西班牙王位。法国人果然上钩，那个被自尊心绑架的拿破仑3世派大使去埃姆斯温泉找茬，要求普鲁士国王承诺永不染指西班牙。俾斯麦十分满意，火药桶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爆。最终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正是俾斯麦本人一手炮制的埃姆斯电报，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臭名昭著的阴谋之一。法国政府不但要求威廉一世撤销亲王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资格，还要求他保证永远不会染指西班牙王位，并公开宣布自己无意冒犯法国尊严。对此事不甚关心的威廉也无法接受这样的要求，公然在法兰西国王面前卑躬屈膝。他礼貌地拒绝了法国方面的要求，让俾斯麦起草一份措辞恰当的回电，既要缓和气氛，安抚法国人，也要维护普鲁士的尊严。俾斯麦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并且采取了行动。俾斯麦坐在书桌前，拿起了那支钢笔。他没有撒谎，他只是做了一个减法。他删掉了电报里所有的客套、礼貌和温情，只留下了最硬核、最冰冷的事实。经过他的剪辑，这封电报读起来就像是普鲁士国王指着法国大使的鼻子说：“你唔好以為我真係唔敢喐你啊！喐我一笨，你夠膽喐我？喐我啦，喐我啊！喐我啊！仆街！”此时法国方面的情绪已到达临界点，现在他又施加了最后一重羞辱。为了保证法国政府中的理性派不会占据上风，他还将这份轰动性的电报内容透露给了媒体。结果不出所料，法国人被这份没礼貌的电报激怒了。这一下剧本完全按俾斯麦的设计走了。南德意志各邦一看法国人打过来了，吓得魂飞魄散，原本的那些小心思全没了，哭着喊着要普鲁士大哥保护。防御性民族主义的火焰瞬间烧光了所有的隔阂。而这场战争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普法战争。如果在欧洲近代史上找一个分水岭，绝对就是这一场仗。在此之前，欧洲大陆的老大只有法国；在此之后，法国被打断了脊梁，沦为2流强国，踩着法国的尸体上位，成了欧洲工业和军事的新霸主。普法战争中，德国干了2件让法国人恨到牙齿都要咬碎的事情。第一是割走了法国资源最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二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宣布德国成立，就像是你把你最大的仇人打趴下后，还在他家最豪华的客厅里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还得让他当服务员。这2件事让法国人憋了整整43年的火。法国学校里挂着黑色的地图，教育孩子不要忘了耻辱。这股复仇的火焰直接烧向了1914年。对于法国来说，普法战争是奇耻大辱，但对德国来说是彻底赢麻了。他通过制造敌人、制造矛盾，成功的把那一盘散沙炼成了钢铁。但他这种通过制造仇恨来凝聚人心的玩法，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副作用。从此以后，德国人迷信上了力量，他们相信只要拳头够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那场在凡尔赛宫的狂欢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48年后，还是在凡尔赛宫，还是那个静厅，法国人把这份羞辱连本带利的还给了德国人。很多人看普法战争，只看到最后德国如何的赢麻，是远远不够的。在俾斯麦眼里，真正的战争在开枪前3年就开始了。俾斯麦觉得打仗打的就是朋友圈。在前3年里，俾斯麦像个勤劳的蜘蛛，把法国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劝退了。对俄国卖了个人情，帮着抓波兰人，撒谎承诺我闭眼。对英国曝光了法国想吞并比利时的野心，英国人怒了，表示我不管。对意大利给了点好处，意大利人笑了，我中立。当拿破仑3世决定宣战的那一刻，他以为身后站着整个欧洲，回头一看，只有空荡荡的空气。这就是俾斯麦的孤立美学：杀人之前先诛心，开战之前先清场。